全国目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拥有这双鞋。德鲁汉伦给我亲签了一个，可以看到它有多大吗？绝对不可能不交。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挑分啊，很久没有拍这个栏目了。这个栏目叫做 Show You What I Got， 主要是我自己自费购入的一些好东西，或者是我收到的一些好东西。废话不多说，球鞋很大的一个 pack， 叫做 Jordan WT Pack， 在这个盒子里面有2双鞋啊，第一双。塔图姆4，这塔图姆啊，现在是一心渴望重新回归球场啊，已经穿上了这个塔图姆4，但是没有穿上这个配色，他穿的是粉色啊。第二双是一双 Jordan 11 IE， 但这个配色啊，到底为什么选了这个选了这个紫色呢？很牵强，但据说是2024年去年夏天他们来到上海，东方明珠的颜色以及上海浦东啊散发出的那个霓虹灯的颜色，很有幸。2024年我也是参与了这次中国行，也是留下了很深的这个回忆啊，挺有意思的一个套装，但据说是不发售，发不发售目前我还不是很清楚。第二双鞋，当我拿到这双鞋的时候，如果你们看过我那期波特兰的 vlog， 你们就应该知道，当我拿到这双鞋的时候，我是非常激动。我看到布克上脚的时候，我其实以为这双鞋是不是手的，拿到手的时候是非常兴奋。这个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啊，叫做 One of 1996 1996分之1。所以很多人也会去说这双鞋其实是试售的，但是可能是以限量的形式试售。我上网看了所有的分析，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篇分析是能解读全这双鞋上所有的灵感、所有的配色。每一只鞋上面至少有10双过去布克的灵感。你们可以注意到这边其实是有它最早的这个 Clay Orange 这首发配色，超级限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拥有首发的配色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拥有谭元浩 Fragment 配色，你可以一次拥有它们全部。所以这双鞋大满足啊！这双鞋我一定会自留的啊。原盒已经没有了啊，因为我从美国带回来的时候，这箱子实在是放不下，那带一个鞋盒太占地方了。但是我从美国带回来这双鞋，而且是连同盒子一起带回来的。为啥呢？因为这鞋盒稍微有一些特殊盒，这上面写了 Beaverton Future， 然后有 Air Max 1000啊。熟悉我的老观众应该已经知道这是什么鞋了。哎，人生中第一次中奖，起飞了。也许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，全国目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拥有这双鞋。直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敢上脚啊。整个鞋面这 3D 打印还是非常细致。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个后跟，这个后跟非常精致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气垫，因为整双鞋如果没有气垫，其实说白了没有什么灵魂。目前怎么处置还没有想好。现在其实鞋也很多嘛，但是真正我会一直保存的，更多的其实是回忆。接下来讲完了鞋，作为一个文化人，怎么能不看书呢？那么在这里呢，给大家看3本 Slam。第一本是 Slam 特刊 Kicks， 这一本杂志的封面应该是在菲律宾所拍摄的。当时整个拍摄，包括这个整个封面的灵感，我非常的喜欢。大家也可以在网上看到那个花絮的视频，莫兰特把2个手撑开，把所有的鞋放在上面，整个一个 vibe， 整个的拍摄的氛围非常好。其实莫兰特这个人应该是非常简单，就是他好的时候是非常好，大家也知道他饿的时候也是非常饿，所以他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小孩，可以这么说吧。所以收藏了这期杂志。但是就在我美国之行出发的时候，莫兰特开始不管是炮轰主教练也好，还是和克莱汤普森之间的冲突也好，其实是非常糟糕，包括他赛场的表现，包括他场下的表现，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。这是第一本。第二本 J-Dub， 今年暑假有幸采访到 J-Dub， 他不是第一次登上 Slam 杂志封面，但这是他第一次个人登上 Slam 杂志封面。看到这本杂志，我就会想到当年的那个采访以及季后赛时期做的视频。最后一本杂志，李大奔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看我的视频，那么这本杂志送给你。其实我买了2本啊，你们也可以联系一下。其实这个 NBA 的潮流啊，它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，从之前艾弗森时代的那种匪帮风格、嘻哈风格，到大卫斯特恩不得不出这个着装令 dress code， 再到后面他们把 dress code 演变成了一种潮流的风潮。所以这本杂志其实是创刊，不仅有封面人物 SGA， 还有一些之前的时尚 icon， 比如说艾弗森，比如罗德曼，比如威斯布鲁克，比如库兹马，曾经的库兹马都在里面。所以这本杂志其实是它不仅仅是现在的 League Fit， 而且是球员通道潮流的历史
所以这本杂志是非常不错的。这本书也很有意思。当我这趟美国之行离开波士顿和纽约之后，我的第3站是洛杉矶。刚下了飞机，我的第一个对象，这个大家之后会在我的 vlog 里面见到，就是Drew Hanlen。Drew Hanlen 是我从2017年就开始关注的 NBA 的非常著名的训练师，他的训练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杰森塔图姆、Joel Embiid、Tyrese Halliburton、Tyrese Maxey、C罗等等。Drew Hanlen 我们做了1个小时的采访，或者你可以称之为播客。在不久的未来，我就会把这期播客传出来。在离开的时候，我从 Drew Hanlen 这边得到了这本书。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Stop Bullshitting Yourself， 我的翻译叫别蛋逼。它现在是这个纽约时代杂志畅销书其中之一，有恩比德，有塔图姆来给他写序。这本书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，它不仅仅是教你怎么去做，而且中间会有很多的小格子供你来填写。你可以把你的目标写上去，你可以把你的进度写上去。其实这个很像我们之前看的一些美国的书，它都是寓教于乐，还有又有很浅显，然后教会你一些东西，然后同时又像一本小练习册一样，你可以直接的在上面写字，就像直接在上面操作。这句话很有意思。If you picked up this book, it's because somewhere deep down you know you've been bullshitting yourself. You know that making more money,landing a better job, and finally getting in a great shape will make your life better. But for some reason, you've settled. 这边德鲁汉伦给我亲签了一个，以及 keep making great videos， 这也是对我的一个寄语。接下来又到了熟悉的球星卡环节。第一个，这其实有些朋友应该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，不是凑数啊，但是时隔1年我才把它拿出来，因为之前我不舍得把它打开。大家如果看到这个 logo， 大家应该就知道这是 Cactus Jack， 也就是 Travis Scott的周边。在这个盒子里面包含有小镐加上一个小砖。如果你拿这个镐把这个砖敲坏以后，我听说里面应该是有一张卡片啊，应该是去年他发那双 Jumpman Jack 的时候配套的一张卡片，应该是有他玩一些其他运动的造型啊。我终于痛下决心想把它拆开。这张卡呢是会送给大家的，之前拆的球星卡也已经送出去了啊，这个不存在，绝对不可能不交。小笨手，大锤80，小锤40啊！不是有没有什么更快的办法呀？不是这也太久了吧？不会是我敲的方法不对吧？是不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呀？哦，是不是开始有点脆弱了啊？主打的就是一个体验，但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体验，什么音乐会啊，什么演唱会啊，从来没有去过。把这个放在倒数第2个，真是个败笔，就应该把它放最后的。这应该拿电钻啊！你直接去阳台往这样砸。对，本来就应该在外面进行。好，这取景已经结束了。哇，对啊，我操！哦，早这样就结了吗？哇，终于啊，早这样不好了。这应该是坐在那个希腊的那个小柱子上。对的，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种。好啊，不送了啊，不送了，自留。这就是最终拆出来的样子啊。1号，当时的理念应该是 Travis Scott 在玩过篮球和足球之后，然后他可能想尝试一些未来的运动，可能想尝试更多的全运动，所以当时推出了这款 Nike Zoom Field 以及这一系列的展会和卡。说到卡呢，最后一版卡啊，这是今年 Topps 强势进驻之后 flagship 的一个假日变种啊，这是 Calendar 版本。之前的视频里面大家应该已经看到我拆了这个 Holiday 的2个小盒，这一次拆的是这个大盒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多大吗？感谢优卡厂提供。看到没有？这是有一些小屋是吧？把这小屋拆开啊，打开这小屋。那我怎么把卡拿出来呢？不是，这太离谱了，这怎么拿出来啊？哦，这个是可以的。我总觉得这边装反了呀。这一侧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先拿一包出来啊，先拆一包啊，小试牛刀一下。我听说不要抱太大希望，但是 Topps 的风格就是，不论你拆什么样的盒子，不论你拆沃尔玛盒还是什么样的盒，你都会有机会拆到最终的终极大奖。托马斯、波尔津吉斯，Jace Richardson，
啊，这新秀的这一版特卡，像卷轴一样的特卡，加上3个小假日的啊，这个 H3，这个应该就是格子平行吧？啊，总之普卡就是 flagship 的普卡，加上一点点假日的小花样，没了。好，24包卡啊，还剩最后的23包。我们追逐的目标肯定是签字了，还有10边的金点点折，但是我听说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极低的。就这，最后一包，给点面子啊！好，一张老八的特卡，与我们前面的杂志遥相辉映，非常不错。行，这个环节就到这里了。以上就是这些视频全部的内容啊！以上就是我所有拥有的东西，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，多多的评论，让我们有更多这样的环节，然后可以把更多的东西送给大家。本期视频所有的杂志我都买了2份，你们懂的。这里是 Telfair，Peace。